今天这一场，曼联客场对伯恩茅斯踢的是极为精彩，比赛中也出现了巨大的争议。伯恩茅斯一度凭借克里斯蒂的进球将比分扳为了1-1，但这个进球的过程争议很大。当时在伯恩茅斯发动进攻之前，曼联的前锋阿马德·迪亚洛在禁区内被对方的特吕弗尔推倒，可主裁判无动于衷。进球之后 ，VR 也没有介入这个事件。但以老 K 的角度看，这个球怎么都是点球。赛后的英超官方倒是说主裁判判定特吕菲尔的拼抢没有构成点球，视频助理裁判经过回看核实后也确认了主裁判的判罚，判定此次身体接触的程度不足以构成犯规。而之后曼联还被判了一个红点套餐，从而导致比分被扳成了2-2。这第二个丢球跟第一个丢球一样，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当时曼联的后卫马奎尔在禁区内也是推倒了埃万尼尔松，主裁判阿特维尔随即就判罚了点球，红点套餐。随后伯恩茅斯的克鲁皮主罚点球命中扳平比分。对这一判罚呢，英超官方又说，主裁判判定马奎尔因为破坏明显的得分机会被判点球，并且出示红牌。视频助理裁判经过回看核实后确认了这个判罚，认定此次犯规为拉人动作，而且全程没有尝试拼抢皮球，所以放过伯恩茅斯的点球，又判了马奎尔点球，判罚尺度完全没有做到一致。而且这一来一去相当于是2个球。马奎尔这个可以是红点套餐，但是伯恩茅斯那个也应该是黄点套餐。重点就在于前面判了个点球，裁判就不敢再判了，导致了曼联第一个丢球。主裁判第一时间的判罚犹豫，他自己肯定也就不敢吹掉伯恩茅斯随后的进球，再给曼联一个点球。所以于是乎，就曼联球迷来看神秘的阴谋论又出现了。是不是英超官方担心曼联赢了之后，争夺前4也就没有了悬念呢？总之，足球世界异常精彩，裁判是其中最重要的争议因素。无论是5大联赛哪个联赛，哪里都有所谓的黑哨。但就老 K 自己来看，我对英格兰人还是比较相信的。个人觉得就是裁判犹豫了，纯粹是水平菜，还够不上是阴谋论。比赛今天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第61分钟，库尼亚连续的突破，一个漂亮的变向造成了对方拉人犯规，队长逼费主罚命中曼联1-0。随后就是第68分钟，在曼联的点球没有得到之后，伯恩茅斯克里斯蒂随即低射破门，1-1扳平比分。第72分钟角球又来了，但这次是伯恩茅斯自己的球员希尔不慎自摆乌龙。比赛第80分钟，马奎尔不幸在争议判罚中红点套餐，对方克鲁皮主罚命中2-2。这场球看完，曼联球迷的心情真是千言万语，100万匹羊驼跑过。再结合最近的英超球队在欧冠是丢了30多个球，国内英足总你们耀武扬威，外战的时候却畏畏缩缩。还好咱们红魔曼联今年拿前4是没有悬念，这万一要是争冠路上几大豪门积分所差无几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那可就真的把肺都给你气炸了。朋友们，明天周六老 K 将直播布莱顿对利物浦的比赛。周日呢，老 K 将带着儿子远赴欧洲荷兰，他们的足球队约了一些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友谊赛，所以周日咱们就不直播了。还是那句话，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希望您喜欢的话也尽量将视频看完。谢谢您的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谢谢您的订阅，咱们继续。今天上半场双方非常激烈的对攻，禁区里顽强的封堵还有神扑。可是都已经2026年，21世纪都到了第26个年头了， VR 技术各种视频技术如此高科技，竟然还允许出现这样明目张胆的争议判罚，实在是英超的耻辱，足球的耻辱。全场看下来，樱桃军团踢的其实很好，但总之由于裁判的帮忙，今天伯恩茅斯拿到这1分也总之有些胜之不武吧。所以一句话，裁判毁了这场高质量的比赛。另一方面，在卡里克的麾下，现在曼联的2条边真的厉害，伯恩茅斯的2个边后卫都被曼联给突爆了。樱桃军团方面，阿德利的状态一塌糊涂，塞内西踢球的态度也不好，总喜欢出那种高飘球，看起来高级，但实际上队友一个都接不到。不过伯恩茅斯的冲击力是真的强，有一说一，踢得挺好看，反击是真流畅。这一场双方的主教练安排是有来有往，互有攻防。换上前锋戴维·布鲁克斯、克鲁皮还有后卫亚当·史密斯，老 K 认为除了裁判之外，是今天逼平曼联的关键。无论怎么说吧，总之伯恩茅斯已经连续11场英超不败，上次输球还是对阵阿森纳，最近他们是4胜7平，其中最近的5场都是平局。
反观曼联，他们在英超对阵伯恩茅斯已经遭遇了6场连续的不胜，4平2负，而最近3次交锋都是战成平局。曼联上一次在联赛中击败伯恩茅斯还得追溯到3年前，当时是凭借卡塞米罗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客场1比0击败了伯恩茅斯。另外还有一点，本赛季英超2次对阵樱桃军团，曼联都是至少2度领先，最终又被对方逼平。首回合曼联是2度取得了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3比2反超，随后曼联连入2球取得4比3，可是最后阶段又一次被扳平比分，那一场球踢的也精彩，最终是4比4，所以曼联也成为自04-05赛季的水晶宫对南安普顿以来首支单赛季英超2回合对阵同一球队都在至少2度领先的情况下却最终丢分。不过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主角是裁判，曼联也好，伯恩茅斯也好，球员没什么可说的。对了，最近有消息传出伯恩利的主教练伊劳拉和西甲球队毕尔巴鄂竞技传出绯闻，伊劳拉已经成为了对方新帅的热门候选之一，而且本人对这个职位兴趣很浓厚。本赛季末伊劳拉和伯恩茅斯的合同就会到期，目前没有同意续约。今年1月份伯恩茅斯签下了巴西边锋拉扬之后，原本是对留住他更有信心，但是众所周知，毕尔巴鄂竞技一直以来只用自己的球员，所以民族自豪感极为强。而伊劳拉在球员时代曾经为毕尔巴鄂竞技出战了超过400场比赛，也是毕尔巴鄂的队长，真正的名宿，所以回归毕尔巴鄂竞技对他来说吸引力太大了。樱桃军团也是惨，本来呢伊劳拉和樱桃军团续约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毕尔巴鄂竞技主教练巴尔韦德自宣在赛季后要离任，所以毕尔巴鄂的帅位就空出来了，再加上毕尔巴鄂比较有钱，薪水大概率是要比伯恩茅斯给的高。现在传出这个消息的是伯恩茅斯的跟队记者，可信度极高。过去老 K 以为伊劳拉可以在英超的豪门当主教练，这下子就有些遗憾了。好，咱们再看看曼联，今天卡里克也是气得不好。卡里克赛后直接说，2次争议判罚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裁判总有一次是判错了，我们本来还应该得到另一个点球，显然如果给了一个，那就必须给另一个。在我看来2次情况几乎是完全一样，都是双手拉人，但裁判给了一个却不给另一个，我真的无法理解。我觉得这太疯狂了，这真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正因为这个判罚，伯恩茅斯随后进了球，之后的比赛就完全变成了一片混乱。我们本来还应该得到另一个点球，那样的话比赛的走势就会完全不同。说真的，以卡里克的为人和性格来说，能够说出这么硬的话已经相当于骂街了。此战过后多打一轮的曼联仍然领先阿斯顿维拉4分，坐稳第3我觉得没有问题，只是如果赢了球，那么曼联差曼城就只有4分的差距，可谓是心理上的战略作用极大。可是没有办法，谁叫咱们是综艺联呢？卡里克虽然上任，但这10几年来的综艺属性还真的不容易摆脱，总是能够在曼联的比赛中出现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怪事奇事儿。好，今天咱们 B 费队长不仅打进一粒点球，还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所以本赛季至今在自己出战的28场英超比赛中，已经制造了多达101次机会，创造了自03到04赛季以来曼联球员在英超单赛季制造至少100次机会的最快速度，超越了06到07赛季吉格斯所用的29场。B 费赛后的热点图真是跑遍全场，今天不仅直接参与2个进球，而且仅仅丢失9次球权。他在英超曼联生涯已经打入了70个球，追平了传奇坎通纳的英超进球数，也超越了英超历史上的奥巴梅扬、苏亚雷斯等人，升到了英超历史射手榜的第73位。但要强调，咱们 B 费可不是前锋，只是一位中场那么今天踢完之后，单线作战的曼联下一场比赛要等到24天以后。本轮英超结束就将进入3月份的国际比赛日，之后要一直等到4月14日，曼联才会主场对阵利兹联队。那么今天马奎尔虽然是拿到了红点套餐，但最近他首次入选了图赫尔的英格兰队大名单，再次争取到了在世界杯的位置。马奎尔尤其是到了曼联之后的足球生涯跌宕起伏，被滕哈格曾经剥夺了曼联队长袖标，但就在当时他展现出了自己的职业态度，虽然极为痛苦，以至于后来他也承认，那段时间他感觉自己在曼联俱乐部不再重要了，换做其他的球员或许很难以掩饰心中的苦涩，或者呢也不愿意全力的支持队友或教练。但马奎尔恰恰相反，他在担任曼联队长的时候曾经依靠 B 费、德赫亚和马蒂奇，后来他也决心给自己的继任者同样的支持，这份支持从那以后从未动摇。一句话，团队高于个人。
这句话就是马奎尔的信条。目前咱们大头和曼联的合同将在本赛季末到期，更衣室迫切希望看到俱乐部和他续约，原因显而易见，因为他在队内在更衣室内被公认为是终极的团队球员。新的主教练卡里克上任以后，立刻将马奎尔重新放回了4231体系的防线核心位置。本周卡里克再次带头呼吁让马奎尔重返英格兰队大名单，而图赫尔的决定满足了这个呼声。所以回顾自马奎尔以8000万英镑从莱斯特城转会而来，他这7年就是耐心、坚持、决心与专注。他在这份合同最后的时刻终于迎来了曼联的重生。用曼联俱乐部的一位高层原话来说，哈里·马奎尔是身处困境时仍然能有所成就的光辉典范。对更衣室里的每一位陷入低谷的球员来说，他都是如何扭转局面的完美的榜样。想想在曼联最低迷的时刻那一段时期，他在英格兰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中还被英格兰队自家的球迷狂嘘，几周后还出现了对他的炸弹威胁。当时他不得不将妻子和2个年幼的女儿转移到安全屋，由警方对自己的住所进行排查。现在大头终于重返英格兰队，他的大赛经验，尤其是在世界杯焦灼的比赛中价值千金。而且现在这个定位球至关重要的时代，大头在攻防两端的空中威胁都是巨大的优势。坦白说，从今年年初以来，马奎尔已经可以和国外的豪门俱乐部接触，但是他在1月拒绝了多份邀请，他就希望和曼联续约。而曼联呢，致力于降低薪资总额，希望下调他每周19万英镑的薪水。2周前，马奎尔刚刚度过了33岁生日，他希望新的合同在年限上能提供一定的保障。现在老将卡塞米罗即将在本赛季末离开曼联，而曼联的中卫位置也是隐患重重。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长期伤停以后复出又再度受伤，德里赫特因为背部问题自去年11月以来持续缺阵，所以曼联不可以再同时失去马奎尔的经验了。所有的红魔球迷心里就一句话，管理层赶紧给他合同吧。好的，最近根据记者奥文斯坦的消息，曼联确实即将和梅努和马奎尔完成续约。梅努将续约到2031年，马奎尔则将续下一份1+1的新合同。本身梅努的合同是到27年的6月到期，有1年续约选项，而新合同将让他的薪水大幅提高。不过在对今年夏天的目标中场人物进行争夺方面，现在曼联在签下埃里奥特·安德森的竞争中明显落后于曼城，并且拜仁慕尼黑据说也加入了争夺战。安德森老 K 是非常喜欢这位诺丁汉森林的中场球星，预计他的转会费将超过8000万英镑。而另外关于拉什福德，巴塞罗那传出想再租1年，但曼联这次绝不松口。巴塞罗那目前对这个事儿核心思路就一个字：拖。因为买断价大约是3000万欧元，对现在的巴萨来说仍然是觉得有点肉疼。还好咱们曼联呀态度非常硬，3000万欧元已经是友情价了，甚至远远低于市场预期，你还想再租借？不好意思，不可能。所以今年夏天关于拉什福德，巴塞罗那预计还会进行继续的拉扯。好，另外呀，传出来曼联盯上了皇马的贝林厄姆，正在考虑认真把贝林厄姆带回英格兰，传闻中的报价甚至达到了1.5亿欧元。不过老 K 倒是觉得这个消息不太现实。第一，皇家马德里绝不会放人，贝林厄姆在伯纳乌是绝对的核心级别的存在，既是未来门面，也是当下的大腿。第二，贝林厄姆的能力，特别是过去进球数据，现在也只有22岁，1.5亿欧元不可能，2.5亿欧元都不一定。但是没关系，人人都可以有梦想嘛。万一真的贝林厄姆再加梅努再加 B 费啊，这个中场组合，其实说实话不怎么样。3个人都没有拦截抢断和防守，这也属于顾头不顾尾。真正咱们曼联现在缺的呀，还是像卡塞米罗这样的防守型中场。好，另外今天麦克托米奈的进球帮助了意甲的那不勒斯客场1-0小胜卡利亚里，积分也暂时超越了本轮还没有比赛的 AC 米兰，升到了第2位。麦克托米奈的59场意甲打进了19个球，这追平了他在曼联生涯178场英超的进球数。29岁的麦克托米奈不知不觉间也老了。当初的曼联为了买乌加特卖掉了麦克托米奈，现在想想真是遗憾。其实麦克托米奈的前插有一点斯科尔斯的影子，无论作为8号位还是10号位，他还是欠缺一些东西。脚下的技术、传球的质量和组织能力在英超豪门好像稍显不够，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曼彻斯特人，有斗志有精神属性。麦克托米奈的离开的确是曼联的损失，但就球员自己而言，
加盟了那不勒斯，成就了自己的潜力发挥，也算是让人开心的一件事。离开对他自己好，他是一个好球员，只是必须踢前腰或者进攻型的中场，而曼联给不了这个位置的主力。至始至终，曼联这几年都是逼费打这个位置。所以小麦，祝你在那不勒斯一切顺利。今天在美职联，洛杉矶客场2-1战胜阿拉胡埃拉人的比赛，最终洛杉矶是总比分3-2晋级了美冠杯8强。但关键是比赛中有一个镜头孙兴敏被对方的后卫萨拉萨尔的一次凶悍的铲球激怒。这个球看慢镜头回放，对方在孙兴敏已经躲开的情况下，仍然从侧后方铲球，目标是孙兴敏的脚踝。万幸孙兴敏没有受伤否则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就如此荒谬的就泡汤了。所以老 K 真想提醒每一位球星，马上就要世界杯了，都要小心点。有些喜欢搞小动作的球员是真坏。好，另外关于托特纳姆热刺，坏消息传来，他们的主力门将维卡里奥马上要接受疝气手术，可能会缺席数周，这也真是不巧。因此意大利国家队的主教练加托索也把维卡里奥排除在了3月份的国际比赛日大名单之外。但对热刺队来说才是真正的晴天霹雳。还记得前不久用替补门将金斯基吧？金斯基这个事业运咱也不知道是到底太好还是太坏，刚刚才连续犯了超级大错，这就马上又有了自己上场的机会，可谓是危险和机遇并存。如果未来几场表现好了，没准下赛季就是一门，但如果再来低级失误，估计整个职业生涯都很难再找到工作了。最关键对热刺来说，如果这几场比赛的结果不好，那就要降级了，下赛季就要英冠见了。现在按理说绝不该是给金斯基证明自己的时间，但现在热刺又有什么办法呢？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有点像电影《飞驰人生4》的剧本。金斯基出战欧冠，因雨天狡猾变成了肇事司机，本来该终身禁驾的他，却又因为一次意外获得了一个新的机会，证明自己的车技，拯救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热刺队的伤病终于凑够了一套首发，门将也有了，放着主力阵容不用，就用伤病阵容，估计都有可能冲击欧冠资格。而另一方面，意大利队还好，毕竟意大利的主力门将有多纳鲁马，坚不可摧。好，热刺下一轮3月22日主场对阵诺丁汉森林，他们一个排名16，一个排名17，这一场生死战，再加上门将要用金斯基，所有的球迷都好奇心拉满，必须要看。OK， 关于塞内加尔和摩洛哥非洲杯决赛到底谁夺冠的纷争，最新的抽象新闻传来，塞内加尔国家队的主教练帕佩迪奥周四明确表示，球队绝不会交回奖杯的。而且最新发布的视频中，这位主教练还将非洲杯拿到了一处军事基地，身旁站满了军人。哈哈哈，这潜台词是有种你过来抢咱们战场上见呀！哈哈，现在这个事越演越烈。塞内加尔的总统已经就非洲足联的裁决提出抗议，并宣布将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上诉。非洲哥们儿都具有特殊的幽默细胞，他们在用实力证明这个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见。